哎，我住那间房啊。为什么？啊！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们什么都没顾上，只是光着脚往外跑。那一刻我才知道，世界可以在几秒钟内彻底改变。现在我们正在经历地震灾后的黄金72小时，城市被摧毁，房屋倒塌，很多人住在帐篷里，睡在马路边，白天气温高达40多度。救援仍然在进行当中，有人还困在废墟下，有人还在寻找家人。楼倒了，电断了，信号时好时坏，废墟中受困的人们在呐喊。这一刻，我第一次感受到，人不是老了才会死，而是随时都可能会死，而这仅仅只是开始。这里缺的不只是食物和水，我们最缺的是安放那些没能活下来的生命。大家好，我现在在缅甸的曼德勒啊，现在地震已经过去了差不多70个小时了。我身后这个就是曼德勒孔子教育学院北区的教学楼啊，你看基本上已经全部垮塌了。由于在这边上学的全部都是缅甸的学生啊，他们学孔子，可能很多人也是学中文的，在我们的华人媒体当中提到的不多啊。地震的时候有很多老师跟学生都被困在下面，不知道现在被解救的情况怎么样了啊？你看，这边还有他们的操场跟篮球架啊。这教学楼估计至少也有3层了，现在已经全部垮塌。这就是长城酒店，长城最惨的一个了，下面不知道塌了多少人，也没人管，没人救。哎，这个地方已经下面已经出点味道了，应该是个小孩子，然后机器动不了啊，只能用那个人手去搬，去扒，味道是出来了。哎呀，这个我也很急啊，怎么办呢？这根本没法救啊！这全是大板啊！你看看，这没法进去啊！啊，开始啊！阿姨，来，看一下就是手令来了，接电话。喂，这个不用，这个管用。电话是免费吗？好吗？不是，有那大石头拿来，我操，那玩意儿尖呐，可不。别跟着说了，快点。你看，有这么多血。缅甸3月28号发生规模7.7级强震，当地大量建筑物倒塌。官方称，这起强震已经造成约1700人丧生，3400人受伤，逾300人失踪。据当地华人透露，实际灾情则是更为惨重。很多人在失去亲人的痛苦绝望中撕心裂肺的大哭，街道的废墟中不时传出求救的呼声。如今的缅甸犹如好莱坞大片中世界末日的来临。中共使馆虽称仅有14名中国公民受伤，但当地中国人透露，中国人最多的曼德勒至少100多栋房子倒塌，已只有中国人罹难的地点就有3处饭店以及社区，人数难以估算。其中一处小区埋压的人最多，公寓中住着数百名华人。由于当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废墟下散发出了阵阵的恶臭。也是缅甸的第2大城市曼德勒。我身后的这栋废墟，你也许可能看不出来，它在之前是一共有4栋连在一起的，每栋有12层的建筑，而此时此刻，就是它现在的样子。在稍早之前呢，我的一位同事呢，先跟着这个咱们国内的救援队呢，先到了这里。就是有人发说这个地方有，因为他们不断的在群里有说发现了有人，这个其实是救援队忙活了一整晚之后发现真正有人的地方，之前去的地方全都没人，都没人。对，然后这个地方不是之前去的地方都没人，是没有活人。这应该是我目前看到的遇难者最多的一幢建筑。到目前为止，我所在的这个地方。
方，可能是在这个搜救队搜救了大概50个小时左右啊，连轴了50个小时左右，能发现的唯一有可能里面还有生还者的地方。我觉得这一次真的至少中国人在当地可能几百个人肯定是已经不在了，然后我觉得当地的人应该是至少可能以上的这个人数吧，就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我觉得人呢，在这种的大灾难面前真的是很渺小。然后我当天我就憋不住，我就哭了，然后我发了条圈，我说人真的是生面前无大事，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感觉捡回了一条命。这是我们酒店住的坍塌的情况，3楼以下的已经全部压在下面了，然后这个房间是这样，这个楼是直接已经是这样断开了，看到没有？我们是幸运中的人，我们出来了，其他人还在压在里面，出不来。快！眼里不行了，眼里看到了。妈，这里面肯定埋的有人啊！埋人了，这个。哇，这4层嘛，4层。哎呀，天哪！曼德勒这个城市是一个缅甸的1线城市，光住的人口就有180多万人口，你可想而知，倒塌的房屋起码30%左右，而且在那边缅甸官方的，也就是说所谓的部队里面的，我还没有看到视频里面有出去解救的，几乎都是民间组织的。佛塔这么大型的佛塔啊，因为缅甸是万佛之都，这么大型的佛塔倒了都有2000多座了，你想一下这个地震的威力是多大。在曼德勒经商11年的缅甸湖南商会秘书长李建军向陆媒表示，他在当地的住宅已在地震中损毁，目前他的人平安，但曼德勒20%以上的房子已经毁了。李建军说，曼德勒至少倒了100多栋房子，目前他明确知道有中国人被埋的地方有3处，第一处是新长城饭店，经营者就是华人，而饭店里住的也大多都是中国人。地震后，酒店其中一栋楼被震歪，目前正在救援当中，里面肯定有中国人。有中国人被埋的第2处是 Winstar 酒店，里面全部都是中国人，除了外出与跑出来一部分外，很多都埋在下面了，救了7、8个人出来，目前至少5个人还埋在下面。第3处有中国人被埋的是 Sky Villa 小区，而且目前埋着最多的就是这个小区。11层楼现在只有6层了，下面5层叠在一起了。他说，这栋小区楼房崩塌时，有路人听到里面有人用中文喊救命，因此推测被掩埋的有中国人。而地面上尚存的6层楼里住户都已经跑出来了，但坍塌的下面5层情况比较严重。李建军表示，曼德勒华人加上华侨总共有大约是5万人，其中有1万人是有中国公民身份的华侨。路媒报道称，这2天，部分住在 Winstar 酒店的中国人在脱困以后，已经带着护照搭车前往另外一个城市仰光，但是部分护照被埋在瓦砾堆里的中国人却困在当地，既住不了饭店，也回不了国，只能靠当地华人接济食物与水，或是找熟人投靠，有的更是只能睡马路。这一排排的房子啊，已经歪了啊！太恐怖了啊！它下面有1层都没了。这边的话就是那个威斯塔酒店了，里面住着很多中国人了。它这栋楼是新盖的，这边的倒的是老楼，是吧？已经看不出来房子的是什么形状了，惨不忍睹啊！但是现场已经没有救援的了啊，昨天晚上还有救援的嘞。啊，对，乖。据说中国驻曼德勒的领事馆呢，也发出了通知，就让所有在曼德勒，对吧，受困在曼德勒的所有的中国的这些灾民，如果有困难有需求，可以找到咱们中国驻缅甸的领事馆。那现在呢，我们去领事馆里看看他为我们这些困在灾区的这灾民准备了哪些这个应急措施。那我们现在到了中国大使馆了，外围了。弟兄们，我刚刚这个领事馆里面出来了啊，因为里面没法拍摄，
现在呢，只能说，因为如果说我们在这边，证件什么的没有了的话呢，现在这个曼德勒领事馆没有办法给你办回国证，我们必须要到仰光。我现在的话，越靠近的这边的话，有很多爱心人士就给我们发了一个口罩，因为的话，缅甸现在是高温40多度，然后呢会散发出一点一点的那个味道出来。这次缅甸的大地震，这个像我身后的这一栋的话，只是其中的之一，还有很多类似像旁边的全部都是倾倒。包括我住的酒店的话，也是倾斜，里面的天花板的那些装修的全部都掉下来了，包括我们逃生的现在此时此刻回复起来都只用2个字，真的只能往前冲。缅甸发生7.7级大地震的当天，在距离震中1000多公里的泰国曼谷，一栋已经封顶的在建高楼也在几秒钟内迅速崩塌，变成一片废墟。人们惊慌逃离，至少有数十人被掩埋。泰国大楼倒塌的视频。泰国大楼倒塌的视频。哇！少女家庭的哎呦！这次地震当中，曼谷倒塌的大楼是泰国审计署正在兴建中的新总部大楼，也是唯一的一栋因地震而倒塌的建筑，是由意大利泰国发展公司与中国中铁时局合资企业 ITD CREC 承包的建设，这也是中铁时局在海外承建的首座超高层建筑。曼谷警方证实，震后有数名中国籍的承包商返回倒塌大楼内取走一批文件。警方获知后已经追回这批文件，并且展开调查。目前，泰国总理贝东丹已经下令彻查。他表示，从我在建筑界的经验当中，从没看过这种事，必须要全面调查，因为这牵扯到大量的预算，完工日期也已暂延。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